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当你试着走进他人内心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定将会发现什么。就像咱们常说的，永远不要去试探人性。这并不是心理学家凭空想象，而是经过大量心理学实验得出的惊人结论。今天咱们就看看6个揭露人性的经典心理学实验。这些实验有的极具争议，有的臭名昭著，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都反映了人性的阴暗面。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杰马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展开了一项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把招募来的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分为2组，一组扮为狱警，一组扮为犯人，让他们来模拟真实的监狱生活。狱警和犯人很快适应了角色，并一步步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实验最初的24小时内，在几乎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狱警们开始对犯人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之后的几天，狱警变本加厉，不让囚犯休息，想出各种办法来惩罚他们。当囚犯们进行抗议的时候，狱警们加大了惩罚力度，甚至是殴打。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监狱里的权力独裁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囚犯甚至已经忘记了这是一次实验，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囚犯。在一次次心理和肉体上的摧残下，有些人濒临崩溃。更严重的是，狱警们以为夜间是不被监控的，于是在夜晚他们变得更加暴力和丑恶。一位3观的教授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摧残和秩序的践踏。这项原本预计14天的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被紧急叫停。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在无秩序的环境和无监督的权利下，变成了残忍的嗜血狂魔。人性的丑陋在这一刻暴露无遗。1974年，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做了一次特殊的行为艺术。他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麻醉，但保持着大脑的清醒，然后将自己身体的处置权交给一群陌生人。他为参观者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口红、鲜花、胶带、镣铐、刀具，甚至是手枪。为了消除实验对象的疑虑，更真实全面地进行观测，他还签署了不追究后果的法律文件。最开始，人们表现得十分谨慎。当第一个人确认他确实被麻醉后，人们开始在他身上用口红、水进行不那么过分的恶作剧。但随后，有人开始伤害他的身体，有人撕破了他的衣服，有人用上膛的手枪顶住了他的头。那些不忍心伤害他的人也并没有上前阻止这些人的暴行，只为他擦了擦恐惧的眼泪。这个实验持续了6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玛丽娜走向观众，而施暴者则无地自容，四散而逃。玛丽娜自述，实验后依然心有余悸。当晚，她回到房间辗转难眠，满脑子都充斥着深渊一样的恐惧。在没有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下，人性究竟有多么可怕？如果不只是实验，如果不只是6小时呢？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是社会心理学上最著名、最有争议的实验。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次关于权威服从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他组装了一台假的电击器，让一些受试人员扮演教师，并安排一名演员担任学生。由老师提问题，如果学生回答错误，教师也就是受试者就要电击学生。研究者告诉老师，学生每答错1次，电压就提高15伏。随着电压一步步加大，他会在75伏时听到学生的哼哼声，在120伏时听到学生大喊太疼了，150伏时变成咆哮，超过270伏，抗议声变成了痛苦的尖叫。米尔格拉姆在教师询问和要求停止实验时会说，学生不回答就被视为回答错误，并严厉地要求其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是你会将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呢？实验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会在135伏左右不服从命令结束实验。然而在对40名男性做测试时，有26人一直进行到了机器的最高电压450伏。人们在面对权威时，坚守的原则和道德会一点点消失殆尽，变得顺从和麻木。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权威的压力下，可能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中，善良的小职员会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妇女和儿童会变成自杀性袭击的实施者。1968年，一个名叫简·艾略特的教师试图在他执教的3年级学生中引起大家对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讨论。可笑的是，班里的孩子都是白人，所以艾略特把孩子分成蓝色眼镜和棕色眼镜2类。蓝眼镜的19名儿童被定义为好孩子组，而另外19名棕色眼镜被称为坏孩子组。好孩子可以优先享受午餐和玩具，而坏孩子不仅没有优先权，更不能使用水池，也不许和蓝色眼镜的孩子玩，甚至在身上做了明显的标记。实验开始后，好孩子组的19名儿童明显开始对棕色眼镜的孩子产生了敌意，语言上也由平时的称呼改成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而这些是完全没有人告诉他们要这样做的。第2天，实验组对调，结果依然如此，而且对调后的棕色眼镜的孩子更有报复性。在这场考验人性的实验中，孩子们确实感受并理解了受人歧视的感觉，但是在分组过程中，孩子们表现出的攻击性也让人深思。在不被定义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就会出于本能的站队，并排挤和打压自己的对立面。1964年，在纽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
28岁的凯蒂·格罗维斯在下班途中遭到歹徒袭击。这场袭击持续了将近30分钟，期间凯蒂多次朝附近的居民楼呼救，但除一人报警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伸出援手。最后，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离世。事后据调查，当时有38人听到了凯蒂的呼救声，但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位心理学家就对这一现象做了个实验，他找来72名学生，分为2人组、3人组、6人组，把他们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让他们来听录音。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录音里的一位男生正在讲话，接着突发癫痫并求助。结果显示，在2人组中有85%的被试者离开房间向实验者报告情况，而6人组中只有31%的被试者这么做。其实这个现象很常见，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而且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大部分都会伸出援手。而如果有一群人在场，由于责任分散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很多人就选择了视而不见。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冷漠，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做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中有一个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唯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1973年，一位研究者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找了一群学生，让他们各自去参加自己的会议。其中一组要去的是一个就业的会议，而另外一组要去跟别人宣讲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他们去参加各自会议的路上，都有一个研究者扮演的急需帮助的人。由于每个被试者要求到达会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时间紧，有的人时间宽裕，结果是他们接下来要去宣讲的话题根本不会影响他们在路上是否会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匆忙的程度有影响。在时间紧急的人中，只有10%停下来帮忙，而在相对不赶时间的人中，有65%停下来帮忙。所以咱们就能理解瑞典17岁环保女孩格雷塔到处演讲的行为多么可笑。咱们也能理解一些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为什么得不到认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背后是否藏着一张虚伪的嘴脸。以上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能反映人性阴暗面的实验，如果还有其他更细思极恐的实验，欢迎小伙伴们补充。另外，人性的复杂当然不是几个实验就能展现出来的，或许更直白露骨的人性已经难以通过真实的实验来验证了。不过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选择看到的结果，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人性中美好的那一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